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您家有淘汰废弃的手机充电头吗？赶紧跟着视频利用起来吧！随着手机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，很多家庭里都会有用剩不要的手机充电头。有些家庭会把闲置的手机充电头直接扔掉了，其实把它放在家里还有其他神奇妙用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招手机充电头的妙用，一年能省下不少钱，解决了很多家庭困扰的烦恼。下面就来看看手机充电头有什么用处吧。妙用一，用作开瓶器。啤酒在热天的时候是销量最好的季节，许多喜欢喝啤酒的人士，炎热的天气里面喝上一瓶冰镇的啤酒，瞬间会觉得神清气爽。在喝啤酒的时候，最怕的就是忘记带开瓶器，这时候看着心爱的啤酒喝不到嘴里，也是很着急。牙口好的会用牙咬，力气大的男性朋友只会用打火机撬开，那女性朋友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充电器来解决这个问题。用手拿着充电器的插头，顶着瓶盖的位置，另外一只手顶着充电器的下面，用力往上一撬，一次撬不开就多撬一次，啤酒瓶盖呢就被打开了，是不是很帅气呢？以后再打不开的酒瓶盖，就试试这个方法吧，别再总是用牙咬了，是特别伤牙齿的，就算你牙口再好也伤不起的。充电头坏了可以再换，牙齿坏了再换，可再也没有原装的好用了。妙用二，清洁冰箱胶条。冰箱之所以会结霜，有一部分原因是冰箱密封条松软，有空气进入冰箱里面的结果。因此清洗冰箱的时候，密封条需要格外注意了。家里面的冰箱胶条非常容易发霉老化，包括缝隙深处有很多细菌污，这时利用我们的充电插头就可以完美的嵌入进去。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清洁方法。准备一张卫生纸，将卫生纸尽量叠厚一点，再把纸巾卡入进去，我们的插头刚好可以嵌入进去，非常的合适。接下来来回的刷动它就可以了，非常的好用。胶条越脏效果越明显，再深层的污垢都能被轻松清洁到，这样清洗冰箱密封条又快又干净。同理也可以应用到窗台缝隙等地方，解决了很多家庭的困扰。也可以将纸巾换成湿巾，包在插头上面，来清洁窗台缝隙里的污垢，非常的方便。当然冰箱门也需要经常清洁一下，以防止长霉斑。妙用三，拆快递。在拆快递的时候，如果找不到剪刀就很难打开，可以用随身带的充电头，就可以很轻松的打开快递。妙用四，夏天的时候，家里边一般都会点蚊香，但是蚊香的支架不够用，我们可以用一个闲置的手机充电头来做一个蚊香的支架。只需要将手机充电头插在蚊香里面，再放在一个水平桌面上，就可以变成一个蚊香支架，非常方便，特别稳固。妙用五，收纳耳机线。家里有耳机线的朋友，平常都是随手乱扔，下次再拿出来的时候，就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。现在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只用一个充电插头，就可以收纳乱糟糟的耳机线了。现在很多人还是使用有线耳机，我们在使用有线耳机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它比较长，想要将它收纳起来。如果不知道如何收纳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利用充电头来收纳了。平时手机数据线等放在包里，会很占地方，非常的凌乱。其实我们可以将耳机像下边这样放好，将线往中间不断的缠绕。缠好以后，我们再将插头部分往耳机线里面一卡，将它插放好。这时耳机线就收纳的非常好了，下次再拿出来，耳机线就不会乱七八糟了。利用这个充电器头，
就可以完美的收纳耳机线，牢固又省空间。大家可以将耳机线缠绕在充电头的中间，想要使用的时候再将它抽取出来。用这种方法收纳手机线，不用担心耳机会丢，而且找起来也比较方便。妙用6，我们可以用来做小家电的充电头。像平时呢，我们的小家电都没有配这个充电头，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废旧的就可以利用上了。我们把这个头呢插进去，因为我们的小家电一般都是5伏的，所以这个充电头呢刚好匹配，这样也可以省下不少钱，是不是非常的实用呢？平时我们在外面买一个充电头也要10几块呢，这样就可以省钱了。妙用7，用作手机支架。平时爱追剧的朋友不在少数吧？有时候吃饭难得放松一下，都会把手机拿出来追剧。但要是找不到手机支架，平时拿着手机看电影，时间长了手不容易发酸发麻。要是将它依靠在什么地方，随随便便呢还总是容易滑落。我们就可以把手机架在废弃的充电头上面，这样呢就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了，而且非常的稳固哦，一点也不用担心它会滑倒。这样不管我们走到哪里，想追剧了，随手就可以拿出来当做手机支架用了。还没有手机支架的朋友，刷到这个视频呢，可别再花冤枉钱了。市面上一个好点的支架，也是需要10几20块钱的，而且还不好携带，随时就遗落，用手机充电头刚刚好。妙用8，还可以将手机充电头粘在墙上，或者是用不粘胶粘在墙上，或者是用胶水粘在墙上，都可以当做一个闲置的挂钩，挂在厨房、挂在卧室都可以节省空间，收纳物品。怎么样？想不到一个小小的手机充电头，在生活当中还有这么多的妙用。看完这些个生活小妙招，家里闲置不要的旧手机充电头，还舍得扔掉吗？学会了以后记得将它利用起来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，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